女孩走进空荡的电梯，可电梯门口还有个男孩，就是不肯进来，因为他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怎么这么晚那么多？只见空荡的电梯里出现了无数双脚。原来这个男孩从小就有双能看见鬼魂的阴阳眼。转眼20多年过去，这个拥有阴阳眼的男孩却当上了一名交警。这天晚上，阿伟和同事在路口日常巡查，突然一辆黑色小车超速从他身边经过，阿伟急忙上车追赶。这种情况明显有问题，下车拦截后果然发现了情况，黑车尾灯上有残留的血迹。打开后备箱后，发现了一个女性用的钱包。就在这时，司机突然拿出铁棍，一下把阿伟干翻在地，还夺走了同事阿坤的枪，瞬间将他击毙。就在阿伟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的时候，一只全身煞白的女阿飘凭空现身，她一步步逼近凶手，仿佛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一样。凶手似乎被一股力量困住，无法动弹。阿伟趁机开枪击毙了凶手，而那只女鬼也消失不见。谁知第二天回到警局，击毙逃犯的阿伟非但没有得到嘉奖，反而被上司骂得狗血淋头。原来阿伟在昨晚的报告中说自己是被一只女鬼所救，看着上司死活不肯相信自己，阿伟一气之下扯掉了手臂上的警徽。就在阿伟以为自己就要失业的时候，这时一位大叔走到阿伟面前，意味深长地说了句：“我相信是女鬼救了你，并且告诉阿伟自己有份工作留给他，前提是不会被吓跑。”虽然阿伟不知道是什么工作，还是跟着大叔走进了那维修了很久的电梯之中。进入电梯后，彪叔却同时按下了2个按钮，破旧的电梯开始下降，而楼层的数字此时却变成了一个奇怪的图案。当门开启的那刻，阿伟被眼前的景象看呆了。在地下室8楼昏暗的房间里，竟然有如此多的阿飘。彪叔说这里就是他工作的地方，第9分局。原来所谓的第9分局就是专门替各类鬼魂处理案件的部门。阿伟看得一脸茫然，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他一个人可以看见鬼魂，在这里办案的警察全部都能和鬼魂交流。阿伟的阴阳眼根本不算什么，局里还有个能请神附体的师姐小兰。彪叔带他来到存放武器的地方，给阿伟介绍平时办案要用到的工具，专门用来收魂的桃木伞，能和往生者沟通的通灵箱，还有能消灭恶鬼的圣水枪。彪叔吩咐阿伟脱掉以前的警服，正式加入第9分局。第二天，阿伟就接到了第1起案件。这个女人家里最近遇到非常诡异的事情，明明关好的柜子自己会打开，收音机会莫名的开启。更恐怖的是，一到午夜时分，她总会听到一个小男孩的声音。女人本以为是自己做了一场噩梦，等她醒来往旁边一看，听完林小姐的叙述，彪叔二话没说，直接点燃了通灵箱。只见一阵青烟飘过，果然一个小鬼被吸引过来。等他吸了一口香气后，彪叔开始和小鬼沟通。原来这苦命的小男孩因为意外身亡，父母没有妥善安葬，导致他怨气不散，徘徊在人间，还把林小姐当成了妈妈，想要得到逝去的母爱。彪叔叹了口气，打开了桃木伞，把小男孩的魂魄收了进去，希望他下辈子能遇见一对好父母。这第一个任务，阿伟却什么都没干，可更加诡异的案件正在等着他。这一次报案的人是一位姓蔡的老大爷，他总是在家中听到哭声，房间里的家具总是会莫名的移动。等阿伟和师姐小兰来到后，却发现报案的老大爷已经过世了，自己却不知道家里搬来了新的住户，把他当成了透明人。老大爷还以为出现了什么怪事，其实怪事就是他自己。他之所以一直留在这里，是放心不下自己的女儿。为了却老人的心愿，阿伟找到了他女儿的物品，让师姐请神附体寻找他女儿的下落，但得到的却是一个噩耗，老大爷唯一的女儿已经死了。于是他们顺着线索来到了一处乱葬岗，却发现了这里有数十个白衣女阿飘，其中就有老大爷的女儿。父女俩以幽灵的方式再次相见。就在这时，阿伟在这群阿飘中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位曾经救过自己一命的女阿飘。莫非这群女孩都是被同一个人所杀？阿伟觉得这事很奇怪，可彪叔奉劝阿伟，人鬼殊途，阳间的案子不属于他们第9分局来管。但阿伟却不认同这个理念，他觉得当警察就要伸张正义。于是阿伟偷偷地来到了之前女鬼出现的地方，用通灵箱和女鬼进行交谈，并在遗物中获得了女孩生前的名字，叫玲玲。阿伟承诺会帮助她伸冤。在女鬼的指引下，他来到了玲玲闺蜜小美家中。小美是一位女记者，她告诉阿伟，玲玲在死之前怀了某位议员的孩子，
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便失踪了。更奇怪的是，所有的死者在生前都去过同一家医院。原来杀害女孩的真凶就是医院的院长，被害的女孩们都是因年因时出生，院长吸取了女孩们的阳寿，以此来延续自己和妇人的寿命。阿伟和女记者小美找到了院长，可他却装作毫不知情。打发他们走后，特意派人调查两人的身份，却惊奇地发现小美也是因年因时出生。他没想到竟然有人自己送上门。另一边，彪叔知道两人偷偷去了医院，非常生气，因为小美是他的女儿，9年前就是自己多管闲事，插手了杨坚的案子。彪叔的妻子丢了性命，导致女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。回去的路上告诉女儿，千万不要再和阿伟去调查医院的事情。就在这时，几位大汉潜入了小美家，他们是院长派来的人，强行把小美绑走了。彪叔听到了手机那头的动静，感觉女儿遇到了危险，赶紧掉头回去。在监控中，他看见了女院长的真面目。这个时候，彪叔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，他连夜闯入了医院，问女院长要人。可这女院长显然已经变成了怪物，根本不把彪叔放在眼中，直接用手一指，彪叔瞬间倒地不起。等阿伟和师姐赶到现场，彪叔已经没了性命。新闻上的报道却称彪叔在医院查出了绝症，选择跳楼自尽。听到这样颠倒黑白的新闻，第9分局里所有人悲痛至极，师姐更是借酒消愁，想着待自己像亲生女儿一样的彪叔，忍不住落泪。虽然第9分局不能插手杨坚的事情，但这一次他们必须出手。他们绑来了院长的手下，问出了小美被关在地下室，两人全副武装，决定和女院长决一死战。他们一路过关斩将，解决了这群手下，终于来到了院长做仪式的地方，却发现这里有结界的保护，根本无法伤害到女院长。阿伟只好假装投降，趁着他放下防备的时候，一把将他拉出了结界，随即一口生水吐在了他身上。女院长发出痛苦的哀嚎，露出了原本丑陋的面目。女院长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，想用最后的力气干掉阿伟。就在这时，彪叔的鬼魂现身，挡下了子弹。小美被救下了，在彪叔一声声充满父爱的呼喊下，终于醒了过来。见到女儿没事，彪叔安心的离去。在彪叔的葬礼上，来了许多祭拜的人和鬼魂，看着默默陪在小美身边彪叔的灵魂，阿伟想起了小时候那个也曾默默陪在自己身边的鬼妈妈，于是他来到了当年住的地方。阿伟却意外发现鬼妈妈一直都在等待着他的归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